我們血小板的正常值在我們的那個大部分都是14萬到45萬，那有些人就會拿說我的血小板是12萬、13萬，這個會不會影響手術？基本上一般全身麻醉的手術大概只有8萬以上都是可以很安全的。Hello， 大家好，我是立新美學診所劉雨婷醫師。我們現代人生活就已經壓力有夠大了，然后再來就是說，我們莫名其妙去身體檢查的時候，就突然發現自己，我貧血了，然後更差一點的，我們不小心就會發現自己有癌症、有腫瘤了。可是當這些人都還想要變漂亮，那要怎麼辦呢？然後剛好其實最近診所都蠻多客人，然後他們就會跟我們說，我以前曾經有過什麼什麼病，我曾經腫瘤然後我化療完成了，這樣我可以做手術嗎？其實這種問題蠻多的，他們還是想要變漂亮，所以還是硬着頭皮過來諮詢的。那今天我們很開心，我們請到我們新竹馬偕的血液腫瘤科主任許彥寧學姐，就是讓她來幫大家解答一些問題。我有問題集哦，我們這個問題集就是基本上我們收集我們在諮詢室會聽到客人問的問題，那我們就一條一條問哦。客人的第一個問題是，那抽血的結果有什麼特別的指標說，比如說過高了或是過低了，然後就會對手術有影響的，然後甚至會不建議去做手術呢？手術最重要的当然是就是有開刀就一定要能夠止血，所以最重要的指數我們有2個指數，一個叫做血小板，一個叫做凝血功能。那血小板當然太低太高都不好，那太低的話就是因為它会不容易止血，所以就是不適合手術。那凝血功能的话，在我們抽血如果有延長，比如說正常的1.5倍、1.6倍，那其實也是不適合手術的，因為它們凝血功能的延長會造成我們傷口不易愈合，对手術都是不合適的。那學姐，我可以理解說超級不及格的人，那當然是不能手術嘛。對。那如果是說只有稍微一點點的不及格，這樣還能手術嗎？那術後會不會說覺得比較會容易留疤痕，或是比較難恢復呢？好，我們舉血小板做個例子。我們血小板的正常值在我們的那個大部分都是14萬到45万，那有些人就會拿說我的血小板是12万、13万，這個會不會影響手術？基本上一般全身麻醉的手術大概只有8萬以上都是可以很安全的。有些人說8到12萬之間会不會影響？其實是不至於。那你說會不會影響留疤，或者是比較難恢復？理論上，手術的恢復跟留疤跟血小板的值比沒有太大的關係啦。像會留疤，可能有血腫腫，可能是其他的體質的關係，跟這個血小板的數字倒是關係不大。那我看大部分人都有贫血的問題嘛，是。那如果是非常嚴重的貧血，那它对手術後的恢復又会不会有什麼影響呢？非常嚴重的貧血當然就不適合手術了。我們用個定義，一樣用個數值當定義啊。我們貧血要輸血的定義，一般我們會建議8以下，所以我認為8以下你就不適合做這些手術了。當然我們都會希望你在全身麻醉前把這個貧血的問題解決。那當然歡迎來找我們血液科醫師，我們其實很多辦法都可以讓它提升。對。學姐，你是血液腫瘤科的嘛？對。那會不會有一些什麼血液腫瘤科的病人，其實他們是完全不適宜去做手術的？當然，你還在做疾病治療的時候是不適合說，像你還在打化療，那當然其實我們就不建議做這些手術。當然，如果你癌症已經好了，我們都是認為，你要變漂亮，這是人的權利，當然是 OK 的。這樣會很開心這樣真的可以做了。是。好，那學姐，我又有問題了。正確來說是客人又有問題。好，那就是說，今天如果已經有癌症，然後可是我化療完全完成了 finish， 就是我已經是一個健康的人了。是。那這樣子的話，我就是整個化療結束之後，我大概多久我可以去做這個醫美的手術呢？
我覺得這是看我們化療的強度。那我們比較公認，像我們認為像骨髓移植，或是像血癌，或是像淋巴癌這種比較強的化療，因為它的化療強度其實是比其他的實體腫瘤更強一點。它會建議至少1-2年以上，甚至是骨髓移植，我都建議至少2年以上再做移模手術比較安全。而如果是一些實體腫瘤，譬如說大腸癌、肺癌，它開完刀後不需要打化療的，或是乳癌，化療完後，因為他們都是固定的次數，化療完後3個月，我覺得 OK 了，免疫力恢復了，大概就可以了。哦，原來是這樣子哦。是。那可是學姐，我又有問題了，是會不会是有一些的腫瘤就是？如果我就算是完成了我整個治療，可是我還是沒辦法去做手術的呢？對，譬如我們舉個像拉皮手術好了，你拉皮好像是拉這個地方，可是如果你有這個區域的癌症，那當然我覺得就不合適。譬如說這個區域的頭頸癌，或是這個區域的這個淋巴癌，那可能就不合適這樣子。嘿。哦。那學姐也是有客人會問說，醫生，我們以前我曾經有發生過血栓的問題耶，這樣我適合去做手術嗎？好，這個血栓其實問題的層面很多。如果你的血栓是致命性的血栓，像肺栓塞，那個是有致命性，那你要看你肺栓塞的成因。如果你是天生的凝血因子的缺乏造成的肺栓塞，那你可能就要考慮要做預防性，不是不行，但是你要做好預防的準備。好啊，你如果是一些像經濟艙症候群這種比較輕微的，是因為而且也是有一些促進因子的，譬如說剛剛提到的經濟艙症候群，它可能是久坐的，那個其實盡量避免那樣的環境，應該就 OK 了。還有一個問題哈，就是有些客人呢，之前我們有 COVID-19 疫情嘛，對不对？那個時候他們就有去打疫苗，那疫苗之後他們曾經發生過紫斑症，那他們來到我們手術的一個諮詢的時候，就會問說，我以前曾經有因為我打了疫苗，然後發生紫斑症，這樣我還適合去做手術嗎？我在手術過程中會不會特別危險呢？這個也分好幾個層面來講。我們紫斑症分急性的紫斑症跟慢性紫斑症。一般來講的話，急性的紫斑症大概6到7成的病人是可以完全恢復的。那完全恢復後，當然你回到正常了2-3個月就可以正常的手術，因為那個是個短暫的過程。恢復了就是恢復了。如果是慢性紫斑症的話，目前其實台灣也有很好的藥物正在控制。那這個慢性紫斑症的話，有些人在藥物控制下，他也可以達到很好的血小板值。那我们認為他就是跟正常人一樣，他去開刀都是 OK 的。當然，他如果紫斑症還在沒有控制的階段，譬如就剛剛提到了，他血小板還是8萬以下或6萬以下，那當然他就不合適做手術了。學姐，你知道我們診所其實最主要就是拉皮的手術嘛，對不對？是。那所以我們拉皮手術的時候，其實客人都有一定的年紀，那他們就會有一些高血壓啊、心臟病的那些的問題，所以其實他們都有吃一些抗凝血藥物。對，是。那他們也會問說，那我有長期服用抗凝血藥物，那手術前多久我要停藥，這樣比較安全，還是說我不要停藥呢？你開刀前的停藥，在所有的抗凝血藥物都是有一定的規範的。那所有的手術都一樣，因為我們拉皮手術是全身麻醉的手術，也會遵守這樣的規範。那我們分成3種抗凝血劑，第一種是最常見的阿司匹林。那阿司匹林大家知道嗎？所有預防中風、預防心肌梗都會吃的，它需要在7天停，這是比較安全的範圍。那另外一個是常見的新一代的抗凝血藥物，那一般有一些像心律不整，那有一些心臟科或神內來預防中風或血栓的，那它需要在3到4天停。那另外有一個更高，就是更比較專業，就是有一些像在打針的那種預防血栓的，那一般那個因為它是比較短效，它12個小時前停就可以了。所以今天就是我如果要去做手術，我去躺之前，我去諮詢的時候，我就應該要先備好我自己的藥單，給醫美的醫生看，然後跟他說，請問我這些東西什麼時候開始要停藥？對，是 OK， 這樣是最安全的喲，這個要記得。對。還有啊，學姐，其實，在台灣很多人都有幾個問題哈，比如說
我有海洋性貧血，我有缺鐵性貧血。那如果我本身就有這些病，我自己知道，可是我沒有去治療它，那我今天去手術前，就是我自己要準備什麼問題去問醫生，或是說我應該要先去哪邊去做一些治療先呢？台灣的大部分的地中海型性貧血，大部分都是帶原者，所以大部分的血紅素都是非常的輕微。譬如說，它血紅素可能是10、11，稍微低一點，這個理論上對手術是完全不影響的，它可以正常的手術就好。那缺鐵性貧血的話就比較複雜，它會有嚴重程度的差別，很輕微可能血色素是10到11，那 OK 可以正常。但是如果你已經掉到6、7或甚至8以下的話，那因為這樣子我們全身麻醉還是會有一些風險，所以建議先把這個貧血矯正過後再來開刀，其實是比較安全的。那通常我們在諮詢室收聽到的問題就大概是這些，那我今天都一一去問學姐了，我找了個專家來哦。好，那所以大家如果之後還有什麼問題，還是可以提問啦。那今天我們就是大概錄到這邊吧，那大家拜拜。